托梦第15章失踪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不光是我，就连身旁的赫曼医生也大为震惊。我看了看餐厅墙上的时钟， S 时间晚间9点10分，也就是说齐浩洋是在凌晨4点前失踪的。等待吴医生回话的时间里，我与赫曼心急如焚。不料赫曼的一句话点醒了我。你说之前有一个病人也是在夜里逃出病房。赫曼一句话没讲完，我啊的一声惊叫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没错，我惊声道，可当时他的中枢神经已经瘫痪了。赫曼低声应了一句，可接下来的对话却不禁让我毛骨悚然。那是因为我们目前对病毒的了解还不够深刻。赫曼看着桌子上的半块玉石，若有所思地道，虽然确诊是狂犬病，中枢神经遭到破坏，但并不表示他只感染了这一种病毒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。没错，赫曼立识道，灵手人的确是因为错过了狂犬病的治疗时间，而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受损。但如果不是这种古病毒的对抗，早期症状就会很明显，例如狂躁、畏风、怕水等等，而且也不会在瘫痪的情况下还能活动。在某个角度上说，这种病毒是自私的，为了生存争夺主动权，不顾一切地消灭宿主体内的其他外来物，这其中就包括其他的病毒和细菌。他的话不禁叫我目瞪口呆。难道说是病毒在驱使着他？我惊恐地问道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只不过赫曼有些苦涩地摇了摇头道，可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，或者是利用他，恐怕没有人知道。我只是疑惑地看着他，没有吱声。我认为灵手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染上了这种病毒，至少是在感染狂犬病毒之前。赫曼道，在通常情况下，病毒是不会无故变异的，但这种结构的病毒极容易变异，它甚至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强行突变。就常见的病毒而言，它们一般只感染同一个物种，很少能跨物种传播。但有些则不然，例如当时大名鼎鼎的甲型 H5N1， 一段时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禽流感只在禽鸟类之间传播，但没想到突变后的病毒不仅会感染家畜，甚至危害到人类。我从事病毒研究几十年。赫曼默默地燃起了一支烟，接着道，这个古病毒仍是我遇到过最特殊的一种，而我至今都还没有公开它，甚至没有为它命名。赫曼深深地吸入一口烟，继续道，我不在乎别人叫我疯子，我一直希望能彻底弄清楚它的来历，因为它实在是过于特殊，以致刷新了我对病毒的认知。我曾一直认为病毒不是生物，只不过是一段程序的载体。直到我接到刘医生的电话后，我意识到他的出现绝非偶然，他简直是一种有思想的高级智慧体。赫曼的一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些信息实在过于陌生。如果我也是了解病毒的人，那么他或许不会对我透露这些，或者我真的会嘲笑他的谬论。但是我依然很欣赏他。一代石油大亨、富可敌国的收藏家父亲去世后，赫曼继承了数代人都挥霍不完的财富，却潜心做起了研究。而他的哥哥杰森也毅然投身于物理学。就这种纯粹的精神，不得不让我钦佩。
当再次接到吴医生的电话，确认了齐浩洋的行踪后，我向赫曼表示了我的意图。他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亲自打电话为我安排了最近的航班。临走时，他紧紧地与我握手道别，我也由衷地道出了一句感谢。有机会常来。没想到赫曼竟道出了这么一句客套话，真是惊讶。会的，一定。我微笑着回答。到达国际机场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。我靠在航站楼的座椅上，回想着赫曼说的话，以及他即将离去的哥哥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一次的拜访，临别时只来得及道出了感谢，却未表达出我的歉意。就在登机前的一刻，我的口袋里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。树下等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谁发的？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直到飞机稳稳地航行在10000米高空之中，我的思绪才渐渐稳定了下来。我意识到，那多半是齐浩洋给我发的消息。他当时并不知道我在国外，又打不通我的手机，自然会想到给我留言，这很正常。可为什么让我去树下找他呢？百思不解。不知道是太安静，还是我的思绪太过杂乱。飞机上的10几个小时，我几乎无法合眼，却没想到在机场的出租车上睡着了。期间我又做了一个古怪的梦，梦见树下的齐浩洋像是发狂了一样，拼命地挖着土，越挖越深，坑洞几乎快要没过他的腰。突然间听得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就是一阵眩晕，我的身体猛地从空中迎面加速向下摔去。梦中惊醒，我讶异于司机正用狮吼般的嗓门叫着我，而梦里却没有听见。借着一丝曙光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全是残砖破瓦。我不好意思的道：“对，就这里，谢谢。”下了车，寒风猛烈地吹在脸上，直往脖子里灌，耳朵里也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。这是我第2次到这个地方来，可刚到大门口就发现了明显的异样。这一次不是隔离带，换成了施工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注意安全”。我头皮一紧，向着大门内走去。只见右手边原先几栋老式的建筑已然成了一大片灰色的废墟，堆成了几个高低不齐的砖堆，到处都是散乱的树叶和建筑垃圾，简直破败不堪。很想退回去确认这里是不是领守人的故宅，但是接下来的一幕却足以让我体会到心痛的感觉。南边的空中原先是暖黄的一片，此时却空空荡荡。当我的视线缓缓向下移的时候，那棵巨大的银杏树已经斜斜地躺在东面的一栋瓦房屋顶之上。那种视觉震撼直冲到心头，心脏像是被钝物狠狠地撞了一下，身体立时向后退了几步。我很想知道，这样的一株古树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和浩劫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倒下的？来到巨大的树干前，只见部分树冠已陷入了瓦房的内部，树身有一处正缓缓地向下滴着透明的液体。我迅速钻过树下的空隙，绕到树的后方，一个现挖的半人多深的坑洞立时映入脑海之中。那个洞竟和我刚才梦里的一模一样，还有树冠倒下的朝向也正是我在梦中落下的方向。不好！我忽然想到齐浩洋，不禁大叫一声。